婉容，这辈子最对不住的人就是你。倘若当初我没犯浑，痛痛快快把你娶过门，你我之间是不是就是另一番光景了？满嘴说要挣大钱，当大老板，折腾到头来，连一丁点家人的温热都没摸着边。我没有你这号兄弟，你就当自个儿死在外头了。爹下葬你都不露面，从今往后秦家的门跟你再没半点干系。老天爷要是再给我一回机会，爹，儿子知道错了。婉容，我这辈子欠你的，下辈子拿命还。让我护着你。婉容，这个屋，这张床，婉容就站在那个角落。30年前，就是这一天，我重生了。婉容，秦元山，你个不要脸的东西，敢碰我闺女！今天老子不把你的骨头拆了，我就不姓苏！老子今天非废了你不可！今儿要不是亲眼撞见，谁能信呢？苏家的婉容居然跟秦远山滚到一个被窝里去了，可不是嘛？你瞧苏大爹那火气，恨不得当场把他腿打折。打折什么打折？我儿子说了，要给他一个交代。婉容啊，别哭了，赶紧劝劝你爹，再这么揍下去，远山真要叫他打没命了。哎呦，苏老哥，我把丑话搁前头，你真要把远山打死在这儿，你闺女这辈子可就得守活寡了。你个混小子，你给我说清楚，啥时候娶我闺女？给我一个准话。只要婉容点头，半个月之内，我风风光光把她娶进门，绝不让她受半点委屈。半个月，我只给你半个月，若是办不到，我饶不了你。走，跟我回去。都散了，有什么好看的？真是的，走。我不配叫个男人，硬生生逼得婉容抱着娃投了河。这一世，就算豁这条命，也绝不让她再受半点委屈。婚事定在半个月后，眼下头一件事是把钱挣出来，凑齐彩礼。你说说你，那苏老爹把闺女当眼珠子护着，谁多瞄一眼他都要跳脚骂人。你倒好，天大的胆子，把人家姑娘给祸害了。你要是真打心眼里中意人家呢，妈就是砸锅卖铁也得帮你把彩礼凑出来。妈，前半辈子我亏欠你和爹太多，往后的日子我一定让你们过上顶顶好的光景，最好的光景，再也不让你们受穷受累。妈，我有桩要紧事儿，先出去一趟，关乎彩礼，关乎我和婉容的婚事。就当我秦家门楣不争气吧，这孩子是拉不回头了，只盼着他这次能真的改邪归正，好好过日子。不要脸的东西，真是个不要脸的东西，竟敢欺负我闺女！他秦玉山就算再混账，你也犯不着糟他自家物件撒这个邪火呀，有气也得冲着人撒。少来管我，我心里的火没触发。你们爷俩就这么空手回来了？他秦玉山要是压根没打算担这个责，撒丫子溜了，你上哪儿找去？婉容这丫头可不能受委屈。他胆敢，他要是敢溜，我亲手卸他2条腿，看他还怎么做人。这年头娶媳妇也得讲个体面，家底殷实的都置办4大件，3转1响。凭我上辈子攒下的见识和路子，半个月凑取2、3样不算难事。眼下的要紧事是先把头一笔本钱挣出来，凑齐彩礼。谁在那儿？出来！婉容大哥，你这是怕我脚底抹油，一路叮叨到这儿来了吧？你尽管宽心，我既开了口要娶婉容，这话就定在地上了，绝不反悔。我秦云山说到做到，绝不会让婉容受半点委屈。眼下刚入3月，头一茬的木耳正是最水灵的时候，这可是好东西，县城供销社收得紧。婉容大哥，待会儿我得跑一趟县城，把这些木耳卖了换钱，来回20里路呢，你就甭再跟着我了，成不？我保证卖了钱就去提亲，绝不食言。我看你就是想跑，今天非打断你的腿不可！啊！
哪儿的话，我这一大早进山采的木耳跟野菜，是想带到县里去出手，能换不少钱回来凑彩礼用。凭啥信你？谁知道你是不是装模作样，想趁机溜之大吉？你要是不放心，那就跟着我一块儿去呗。到了县城，你亲眼看着我卖钱，总该信了吧？行啊，你小子，我倒要瞧瞧你能把这些野菜卖出个什么花样来，别到时候卖不出去又耍花招。哼！前世好吃懒做，游手好闲，哪个厂子都不收我，反倒误打误撞进了一家国营食堂当临时工。那辈子的头一笔钱就是从那儿攒下的。不过去食堂之前，先把这些野菜和木耳脱手，换点启动资金。瞧一瞧，看一看，山里头现摘的野菜，新鲜的还挂着水珠，各位来瞅瞅嘞，便宜又新鲜，错过可就没了。姐，您瞧瞧我这手，全是泥巴口子，一颗一颗从山坡上薅下来的，爬高下低的，不容易。种地的人挣口饭吃，是真不容易啊。成，那拿一把给我，看你也不容易。好嘞，好嘞，您随便挑，挑最嫩的，谢谢您了，姐。赵大姐，买野菜呢？这东西味道行不行？我从来没吃过。行，咋不行？我原先在乡下就好这口，就馋这个味儿，凉拌着吃最爽口。这菜看着不错，咋卖的？看着还挺新鲜，给我来一把。姐，您眼光真好，这可是地道的山野菜，6毛钱一把，您来一把。哎，好嘞，姐您拿好，欢迎下次再来啊。小伙子，我也要是吧？刚好我这儿有零钱。对，6毛整，谢谢您姐。好嘞，好嘞，您随便挑，挑最水灵的。瞅着确实水灵，可不是嘛，露珠还沾着呢，今早刚采的，绝对新鲜。6毛一把，当真有人掏钱买？这小子脑瓜子咋长的？这么普通的野菜，居然也能卖钱？广德哥，瞧见没？这野菜换了钱，咱们的彩礼就有了第一笔启动资金。就这么一袋子野菜，就换了这么多，这小子怕不是在骗我？广德哥，瞧见没？这野菜换了钱，咱们的彩礼就有了第一笔启动资金。就这么一袋子野菜，就换了这么多，这小子怕不是在骗我吧？广德哥，我知道你还不信，不过没关系，咱们现在就去办正事儿，把剩下的木耳脱手。这木耳比野菜更值钱，咱们要凑彩礼，这才是大头。我们就把木耳卖了，我倒要看看你这木耳能卖出什么名堂，别到时候连路费都赚不回来。前世我就是在国营食堂当临时工，认识了钱大厨，他这人爽快，收山货也公道。现在去食堂，既能把木耳卖个好价钱，还能打听打听食堂要不要长期收山货，这可是长期的进项。广德哥，我跟你说句实话，我秦雨山这辈子就想娶婉容，想让我爸妈过上好日子。我不是游手好闲的懒汉，我是真的想干事儿，想挣钱。你要是还不放心，就跟着我，一路看着我，直到我把钱拿回来。行，我就跟着你。要是你敢耍花样，我饶不了你。两位找谁啊？是来吃饭还是有事儿？小兄弟，钱差夫在不在？我跟他是老交情，今天来互通有为，送点山货过来。师傅，食堂外头有人寻您，说是老交情。我跟你打过照面，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先前确实没这缘分，今儿这缘分就来了。家里老人身子骨不行，常年受穷，我琢磨着弄点山货进城换几个钱，好歹给他们割2两肉补补，尽尽孝心。行，冲你这份孝心，我就高看你一眼。阿发，上称，给这小兄弟好好少称，1两都别差。得嘞，师傅，您放心，保证不差分毫。师傅，总共23斤7两，按咱们定的价，算下来16块1毛整。就那么一口袋木耳，居然值16块钱，这钱也来得太容易了吧？满山遍野都是这东西，随便捡捡就有。早知道我也去采了。
广德哥，愣什么神呢？走了，咱们该去办正事了。哼，瞧你那个得意劲儿，赚了几个钱，尾巴都翘上天了。广德哥，这是咱们彩礼的根基，一步一步来，迟早攒够。秦远山，你果然还是没戒掉那毒瘾，我就知道你小子赚了钱手就痒痒了，是不是？又想进去把那点血汗钱全败光了？你对得起我妹子吗？广德哥，你把手松一松，骨头快断了。我不松！今天你休想踏进那个门半步，敢赌1毛钱，我立马告诉婉容。你不进去？我进去干啥？你真不赌？你以前可不是这样的，手里有点钱就手痒，非输光了才罢休。去哪儿？到了你就知道了。你跑来买衣裳？大姐，麻烦拿下来给我看看。那个啊，城里姑娘时兴的款，乡下人穿浪费了。麻烦您拿下来，我看看尺码。广德哥，婉容穿这个尺码差不多吧？你这是给我妹子买的？对啊，她前年做的那件格子衬衫都洗得发白了，领子都磨毛了，我给她买件新的，她肯定高兴。你小子赚了钱不先给自己花？我一个大老爷们儿穿啥不是穿？婉容是姑娘家，出门见人得体面。再说了，我赚钱不给她花，给谁花？大姐，帮我包起来，用纸包好点，送人的。小伙子对媳妇儿真好，难得，拿好了。谢了，大姐，你倒是有心了。广德哥，这算啥？以后有心的日子还长着呢。哎呦，我的老天爷！广德，你可算回来了！快快快，你家出大事儿了！王婶儿，啥事儿？你家婉容妹子让人给欺负了，那帮人凶得很，在你家门口闹呢，你爹都快跟人家打起来了，你快回去看看吧。上辈子我没护住你，这辈子谁碰你一根头发，我要他的命！老头子，我跟你说的够清楚了吧？这个月的保护费该交了。马红山，你上个月才来收过，我明明给了你一大袋子苞米，你怎么又来？哼，老东西，那是上个月的价，这个月涨价了，你不知道？现在行情不好，手底下兄弟多，开销大，苞米那玩意儿谁稀罕？给钱5块，5块，你这是敲诈！上个月才要2块钱，你翻1倍还拐弯！敲诈？我马鹤山是那种人吗？我这叫保护。你想想，你这闺女长这么水灵，要是晚上没个人看着，出点啥事儿，你哭都没处哭去。小美人，要不这样，你哥我亲自来保护你，以后你家那点保护费全免了，怎么样？滚！你给我滚！哟呵，这小辣椒对老子胃口，够味儿的女人我才喜欢。你敢进来，老子跟你拼拼了！老不死的，你敢拦我？爹，老头子，给我上！娘，你没事吧？你们这帮畜生！娘，小美人，你瞅瞅你爹你妈，一个摊着一个趴着，就这德行还想护你，你都让人祸害过了。我要你是不嫌弃你，你懂不懂？行了，老子没工夫跟你耗。今天这保护费你交也得交，不交也得交。既然你们家出不起钱，那就换个法子。小美人，跟我走一趟，咱们慢慢商量。谁他妈敢打老子？你他妈找死是不是？哎喂，对不住，脚滑了，一不小心鞋就飞出去了。马哥，您别见怪啊，我这鞋底子吧，就喜欢往垃圾上拍。好你个秦元山，你这个死赌鬼，你他妈还敢出现在我面前？你上次欠我们赌场的8块钱还没还呢。8块钱，利息滚到现在，少说10块。秦远山，你还不上也没关系，可以用你女人抵债。烂泥扶不上墙，烂泥扶不上墙啊！我闺女要是跟了你，还不如。怎么着？你一个出了名的穷光蛋，连双像样的鞋都穿不起，你还得起？你要是今天能掏出20块钱来，老子当场跪下叫你一声爸爸！啊，哎呦，掏什么？掏你那个比脸还干净的钱包，
还是掏你妈给你缝的破手绢？赶紧滚一边去，别耽误老子办正事儿！儿子，拿好了。怎么着？钱给你了还不走？等着我请你吃晚饭？你哪来这么多钱？这你管不着。谁知道你这钱干净不干净？我告诉你，秦元山，你欠我们赌场的账不是还了就能翻篇的。咱们走着瞧。慢走啊，马哥。哎呦，我的秀珍姐呀，你脸都肿成这样了，这帮天杀的畜生真下得去手啊！我刚才从村口过来的时候，可不就看见他俩从县城方向回来的吗？远山怀里还抱着个纸包，鼓鼓囊囊的。这远山他哪来这么多钱？该不会是从城里哪个大赌场借的，回来充大款吧？你又去借了？你是不是又去赌了？我就知道，烂泥扶不上墙啊！以为你拿那点脏钱出来充大爷，我就能把闺女许给你？做梦！婉容，这是给你的。妈，你先别，你别拦我，他送的东西咱家不要，脏！叔，婶子，我知道你们不信我，觉得我是烂泥，没关系，我用行动证明给你们看。婉容，等我继续赚钱，攒够彩礼，风风光光来娶你。你别怕，有我在，没人能欺负你。你干什么？你还敢碰我闺女？滚！你给我滚远点！轻点，轻点！我让你碰我闺女，我让你碰！今天不打断你的腿，我不姓苏！等我，婉容，你等我，我一定会回来的。今天卖野菜和木耳，刨去给婉容买裙子的钱，又给马红山那狗东西掏的钱，满打满算，兜里还剩4块6毛钱。4块6，离彩礼还差着10万8千里。唉，任重道远啊。远山，别赌了。爹，妈，我说句实在话。说，今天秦远山那些钱，真的是卖野菜和木耳挣的，不是赌来的，也不是借的。我全程跟着他，一整天寸步没离。而且，他挣了钱，第一件事不是给自己花，而是给婉容买了一条裙子。爹，我跟他不对付也不是1天2天了，以前我比你还瞧不上他，但是今天，我觉得他好像真变了个人似的。变，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你忘了他是怎么祸害咱闺女的？今天拿几个钱出来，你就觉得他是好人了？爹，可他今天真的……真的什么？真的没赌？那以前赌的呢？以前的账就算了。广德，你什么时候也变得这么好骗了？婉容，我跟你说清楚，彩礼没凑够之前，你不许单独见他，更不许跟他往外跑。你给我老老实实在家待着，听到没有？听到了。4块6毛钱，离彩礼还差着95块4，半个月的期限。秦元山，你赶紧给我滚远点，别蹲在我门口丢人现眼。喝成这样，欠我那2块钱面钱什么时候还？急什么？明天老子赢了钱，双倍还你。赢钱？你连裤衩都快输没了，还赢钱？我呸！哼，我呸！赶紧滚！妈的！哎，远山，过来过来。你晓得不？你们村后山那片荒地，有人发了财了。发什么财？野鸡。后山有野鸡，肥得很，一只拿到镇上卖了5块钱。野鸡。对了，后山有野鸡。
有人跟着我，这么一大早，是谁？婉容，你怎么在这儿？这天还没大亮呢。我哥昨晚说你今天要上山挖野菜，我想着你一大早出门，肯定来不及吃早饭，给你带了2个窝窝头，还热着。你特意起这么早？我哥说你昨天卖野菜卖了不少钱，说你现在是正经干事了，我相信你。所以你跟着我，就是为了给我送吃的？你今天这是要去哪儿？婉容，我今天不是去挖野菜的，我要去后山抓野鸡。抓野鸡？后山有野鸡？我怎么不知道？有，我听人说过，后山那片荒地野鸡不少，一只能卖好几块钱。我想去试试，万一抓到了，能尽快娶你。真的会有野鸡？那我倒是有点好奇了。婉容，山上路不好走，路水重，你一个姑娘家，你一个人去我不放心。行，带你，但是你得答应我，跟在我身后别乱跑，听见没？听见了。远山，你说野鸡长什么样？公的花花绿绿，尾巴长，母的灰扑扑的，跟土疙瘩似的。哎呦，我的老天爷！秦远山和苏婉容2个人偷偷摸摸进小树林了。婉容，踩着我的脚印走，这后山草棵子藏长虫，露水重，别湿了鞋袜落下病根儿。我没事儿，远山。你说的野鸡真能在这儿抓着？我爹以前说后山连只野兔都打不着。你瞧，这畜生精得很，专挑向阳背风处刨食，毛还新鲜。今天端它老窝。远山，你这手艺是跟谁学的？我在这村里土生土长，从来没见村里的老猎户用过这种奇怪的套子，他们都是下铁夹子，要不就是挖坑。以前在县城瞎混的时候，认识个从长白山退下来的老猎户，喝多了他教我的，这叫连环夺命扣。野鸡这东西，你别看它笨，它脖子硬，腿极细，铁夹子容易夹断腿跑了，但这软绳套，只要它踏进去一挣扎，就会越勒越紧，绝对跑不了。成了，这叫酒香迷魂阵。走，咱们躲远点，接下来就看老天爷赏不赏饭吃了。中了，哈哈，中了！婉容，你瞧瞧这身段，瞧瞧这毛色，掂着分量，少说得有5斤多重。城里那些国营大饭店的领导就惦记这口新鲜的野味，咱们这娶媳妇的第1桶金算是彻底妥了。老天爷瞎了眼了，这秦远山个2流子烂赌鬼，难道真是撞了哪门子的邪财？谁在那边？我跟你们说，这可是我亲眼瞅见的，天还没亮呢，秦远山那个2溜子就拉着婉容2个人偷偷摸摸的钻进后山的深草林子里去了。哎呦喂，后山那破地方，平常连个鬼影都没有，他们俩大清早去那儿还能干啥？钻进那半个时辰没出来，也就是我跑得快，要不然还不知道看见什么长针眼的事儿。哎呦，你干什么？想打长辈啊？王婶儿，您老这嘴是去庙里开过亮的，还是刚掉过茅坑没漱口啊？要不您老明儿也天不亮去后山草沟子里钻钻？老王家的，你这嘴以后真得拿纳鞋底的粗针缝上，让人家清白姑娘身上泼脏水，缺不缺德啊？这一天天的，这特妈是后山的野鸡，4只，都是你抓的。这2只母的炖汤补气血，给书生补身，公的去县城换钱。你就这么白给我，这能卖大价钱？我拼命也要让婉容和爹妈过上人上人的日子。
1982年，物资依然极度匮乏，城里那些国营大厂的领导有头有脸的人物，请客吃饭总得讲究个绝对的排面。这野鸡在村里人眼里是稀罕物，在那些人眼里，那就是权力和面子的象征，绝对不能去集市上灵卖，必须直接找对路子的人。哎呦，我的秦大哥，你怎么又来了？师傅正为了下周市县里大领导视察的接待菜单发愁呢，你可别在这个节骨眼上往枪口上撞。我的个亲娘乖乖，嘿，这可是真正的正货，这是他妈活捉的。钱师傅好眼力，纯手工下的连环活套，没伤筋没动骨，回去直接在后院养着，现杀现放血，肉质绝对极其鲜嫩。远山啊远山，你小子可真是老天爷派来救我的福星！县里下周办极其重要的接待酒席，正愁菜单上没个镇得住场子、堵得上那帮领导嘴的压轴硬菜。这东西你有多少我要多少，价钱你随便开。钱师傅，这东西在后山有多难抓，您是行家，心里比我清楚。行情价我打听过，黑市上8块钱一只都不一定买不到活的。但我今天不是来跟您讨价还价的，我有个不可商量的条件。你说。第一，这叫限量特供，我不管您往上面怎么报账，报10块还是15块，那是您的本事，但我只要现钱，8块一只，该不赊账，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第二，为了保证每天都是最鲜活的，我每天只能给您供2只。最重要的一点，这事儿除了您和阿发兄弟，绝对不能有第4个人知道。好小子，有胆色，你天生就是干这行的料。阿发，关门。16块，现结。明天这个时候，我还在这儿等你。你要是敢断供，老哥我可不饶你。哈哈哈哈。224块钱，加上工业券，婉容，我答应你的风风光光，今天就给你兑现。大姐，麻烦把那辆永久推出来我看看，顺便再给我拿一堆头最上面摆着的大红双喜牡丹花暖水壶，要铁皮最厚实的那种，还要2床5斤重的弹花新棉被，要大红缎子面的。看什么看？摸坏了你赔得起吗？那车168块钱一辆，还要一张极其难弄的工业券，暖壶和棉被也要工业票和布票。你一个乡下种地的，跑来瞎凑什么热闹？去，一边待着去，别在这儿耽误我做生意。钱和票一分不少，全都在这儿。大姐，数数吧，我今天现在就要把它骑走。哟喂，这位大兄弟，您看我这真是有眼不识泰山。您稍等，您快稍等，我这就亲自给您推车，还要大红绸布给您扎上把手不？图个大大的喜庆，我送您的。这崭新的自行车，还有这些大件儿，你从哪儿弄来的？你是不是去借了要人命的高利贷了？爹，您瞎猜什么呢？这是袁山兄弟凭真本事赚钱买的，正儿八经的国营供销社买的。既然是正经干干净净的钱买的，就别在门口杵着了，进屋喝口热水吧。车买了，被褥有了，只要明天再去食堂送一趟货，彻底凑齐剩下的彩礼，下周我就能风风光光，让全村人羡慕死的把婉容娶过门。秦远山，你小子最近挺能折腾啊！听说你发了天大的大财了，你他妈买得起自行车，买得起你这条贱命吗？
你上次在苏家门口拿鞋底子抽老子的脸，让老子们几块钱的保护费都敢不交了。你断了老子的财路，今天老子就让你连喜事都办成丧事儿。钱，还想娶媳妇儿？老子今天就把你这2只手彻底敲碎，给我打，往死里打！是。动过我的钱可以，动婉容的未来，马红山这辈子你必须拿命来填。远山，哟，踏破铁鞋无觅处。秦远山，你这还没过门的媳妇儿倒是心疼你啊！大半夜的还敢一个人在树林子里找你。兄弟们，今天小麦娘们给我拿下，记住别伤了脸，拿棍子敲晕了带走。过来，我喊人了。松口，疯子，这是个疯子！我死过1次的人了，你以为我怕疼？今天我看谁敢动他一根头发！疯子，你真不要命了！走，先撤。远山，远山，你别吓我，你醒醒！哭什么？我这不是没死吗？你是个傻子吗？那么粗的棍子，你用手去挡，手要是废了，你以后怎么办？手废了，我还有命，但要是你出了事，我重活这一回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婉容，钱我护住了。你伤得不轻，快点休息吧，我先走了。马红山这个王八羔子欺负到咱们苏家头上来了。远山，这仇我替你报，我今天就去废了他，大不了一命抵一命。站住！你去了，你要是进了班房，这个家就彻底散了。广德，远山，大哥，坐下。用刀子见红，那是下三滥才干的事儿。咱们现在是正经生意人，要弄死他，有的是光明正大的法子。这年头，国家正准备搞严打，风声越来越紧。马哄山拦路抢劫、敲诈勒索，这可不是村里打架斗殴那么简单，他这是在往枪口上撞。远山，你想怎么做？村里的保卫科根本不敢管他。村里不管，那咱们就去县里。我要让他把牢底坐穿，永世不得翻身。哎呦，我的远山兄弟，你这是怎么弄的？是不是路上遇见劫道的了？钱师傅，这几天山货我一天不少您的，但我今天来是有件要命的事儿，想求您搭把手。你说，只要老哥能办到。村里的恶霸马红山盯上了我给您供货的这条线，昨晚要不是我命大，这供货的买卖就彻底断了。你也知道，这野味是县里领导指定的，他劫我的货就是断您的前程，砸国营饭店的招牌。反了他了！一个乡下地痞敢断我的物资，远山老哥我别的本事没有，但在县局治安科，我有几个铁哥们儿，这事儿老哥替你平了。王科长，你得给我们做主啊！这属于典型的车匪路霸。现在全国都在强调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这帮人还敢顶风作案。这马红山不仅拦路抢劫，他还在村里长期收取保费，强买强卖。最关键的是，他手里有凶器，而且扬言县里也拿他没办法。好大的口气！王科长，伤不能白受，我愿意当诱饵。他今天晚上肯定还会来我家里抢彩礼钱，只要您今晚派几个便衣同志到我家里埋伏，这可是个现行的特大团伙抢劫案，全虚全院的抓获，对科里来说也是大功一件。好小子，有勇有谋，今晚我亲自带队。马红山，我搭好了戏台，就等你想不到的死法了。哈哈哈哈哈！秦远山，你特么还真有种啊！怎么知道躲不过去，把彩礼钱主动摆出来孝敬你爷爷我了？马红山，这30块钱是我全部的家当，用来娶婉容的彩礼。你昨天砸断了我一只手，今天还想来明抢？哈哈哈哈哈！明抢，老子这叫收你的买路财！你特么在后山发了财，不给老子交供就得死！所以这村里谁赚了钱，都得给你交保护费，不交的你就打断谁的腿，甚至杀人。废话，在这村里，老子就是王法，老子说让你生你就能生，老子今天要把你这钱拿走，顺便把苏家那小娘们也带走，谁他妈敢放一个屁！王科长，您都听清楚了吗？抢劫、敲诈勒索、强抢民女，还要杀人，这口供够不够吃枪子儿的？警察，把刀放下，全部双手抱头蹲下。哎呀，
马好山终于被抓了，这下咱们村可算是太平了，真是大快人心啊！乡亲们，马洪山进去了，咱们村头顶上的乌云算是散了。但我秦远山今天把大家叫来，不是为了邀功，是为了带大家一起赚钱。远山，你那抓野鸡的本事，咱们可学不会啊！不用你们学，我这只手受了伤，短时间内没法进山。但城里的饭店急需咱们后山的山货，从今天起，我不抓了，我改收。野鸡、野兔、品色好的干木耳、野山菌，只要你们能山里弄出来，送到这苏家大院，我秦远山照单全收，绝不压价，现钱现结。远山，这算不算投机倒把呀？万一被镇上的洪秀章抓了，我在县局有备案，这是给国营饭店供货的合法买卖。谁要是不信，现在就可以回去。要是想赚钱，给家里扯2尺花布买2斤肉的，现在就进山。野兔毛色亮，算4块钱；木耳虽然碎了点儿，但没掺沙子，算1块5。广德哥，给钱。真给钱，真给现钱！远山，你真是咱们村的活菩萨！我这就回去叫我家婆娘，明天天不亮就进山。远山，今天这小半天就收了快40块钱的货，村民们明天肯定蜂拥而至，咱们手里的这点本钱恐怕连后天都撑不到啊！婉容，这就叫供应链，只要源源不断汇聚到我手里，我就有了跟县里谈判的绝对筹码。钱大厨那边吃不下这么多，明天一早我就进城去谈一笔能养活咱们全村的大买卖。张厂长，您看，这就是我跟您多次提起的远山兄弟。最近县委几次极其重要的接待，桌上的极品野味全是他一个人独家供的货，那品质绝对没得挑。小伙子胆量和门路倒是不小，不过远山啊，我们肉联厂可不是小饭馆，我们要的是长期极其稳定的货源。哼，你一个农村单干户，靠着下套子碰运气，一旦刮风下雨断了盾，我这国营大厂的厂长可担不起这停工的政治责任啊！张厂长，您说的对。如果是半个月前，我确实不敢来敲您的门，但现在我已经整合了我们整个村的所有劳动力，全村123个壮劳力，现在全都在为我供货。我在这边设立了极其严格的集中收购点，统一筛选成色，统一大小分类，统一防腐包装。我不仅能保证数量，还能保证这是全县独一份的高质质。哦，继续说。好的。最核心的是，您如果跟我签协议，省去了底下的2道贩子供销社层层扒皮的中间差价，我给您产地直供的绝对底价。我今天来不光是送样品，我是来跟您谈每个月至少800斤山货的保底供应合同。只要您签了字，预付30%的定金，货我秦元山按天保质保量给您送到厂房大门口。刘干事就是那家，那秦远山简直是胆大包天，打着什么集中收购的幌子，在村里到处拉拢乡亲，用好处蒙蔽大家，这分明是不安好心搅乱村里秩序的歪路子。哼，简直是胆大妄为，在严打的风口浪尖上，还敢明目张胆搞这种资本主义尾巴！走，去把他苏家的账本、赃物和赃款全给我一张不剩的封了！都不许动！镇公社联合检查，所有买卖立刻停止。婉容，我早说过秦远山是个不走正道的短命鬼，他干的这些都是要吃枪子的买卖。识相的赶紧把记录投机倒把的账本交出来。你做梦！远山的买卖是县里国营饭店允许的，他赚的是干干净净的辛苦钱。呵呵，国营饭店能管得了我镇公社的执法？不交是吧？给我抢！把东西给我全部没收，还有屋里那辆永远牌自行车也给我推走，作为流氓作案工具，当场查封。住手！谁给你们的狗胆？你就是秦远山，你回来的正好，自投罗网，把手伸出来，跟我们回镇上一趟。刘干事，你敢动我媳妇儿一根头发试试？好大的官威啊！你是哪个镇公社的？国家3令5申要搞活农村经济，极力鼓励个体户发展，你还在拿着前朝的剑斩本朝的官，谁给你的权利私闯民宅抢东西？您是县里的领导，这秦元山他投机倒把，我们是接了举报。看清楚，这是省里刚下发的正式文件，秦元山同志是县委树立的农村个体经营先行消磨，你抓他，你这是在违背相关政策。公安同志，把这几个滥用职权阻碍发展的人全部带回县里，立刻停职调查，严查到底。官威啊！村长，村长，村长！秦元山同志，鉴于你的敢想敢干和极其优秀的组织经济能力，经过县委连夜特批，这是咱们全县第1张个体工商业营业执照。从今天起，你秦元山的生意受国家法律的绝对保护，谁敢动你，就是跟县委过不去。谢谢政府的绝对支持，我秦元山拿人头担保，一定带着全村老少爷们儿，把这穷苦日子过得风风火火。
爹，娘，这笔钱一小部分是明天的收获款，剩下的1000块是我之前承诺过的娶婉容的彩礼。我秦元山吐个过沫是个钉，1分不少，今天全给二老兑现了。远山啊，不用了，真的不用了。你现在是受县里表彰干大事的人，这钱你全拿去做生意的本钱。婉容交给你，我们老两口1万个、10万个放心。远山，以前是娘瞎了眼，狗眼看人低，说了那么多难听的绝情话，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以后你就是娘的亲儿子。娘，您别这么说，没有婉容当初给我送的那2个窝窝头，就没有我秦元山的今天。婉容，供应链通了，红头批文拿到了，明天就是咱们大喜的日子。我答应过你，要给你全县最风光、最极其牌面的婚礼。哎呦喂，远山啊，婶子以前那是跟你开玩笑的，我早看出你是个干大事的真龙天子。你看看咱们2家隔得这么近，以后这山货的买卖……王婶儿，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我不想听到任何扫兴的话。我的买卖只带心干净的人做，让开。媳妇儿，我来接你回家了。婉容，报警了！咱们的好日子今天才刚刚开始。远山，今天村里人看咱们的眼神都不一样了。你说，咱们这日子以后是不是真能越过越红火？我秦元山说到做到，这县城只是个落脚点。以后我带你去市住楼房，去省城买小轿车。远山，出大事了！别睡了，快出来！广德哥，怎么搞的？今天不是让你带着车队给市百货大楼送第一批800斤的市售货吗？车队刚出平山县的地界，上了去市里的国道，就被3辆横在路中间的大卡车给别停了。那帮人手里全拿着明晃晃的铁扳手和钢管，不由分说，把咱们的货全给陷进了路边的臭水沟里。带头的人是个独眼龙，他放了话，说平山县的山货想进市里，没他龙三爷的点头，连一根鸡毛都飞不过去。你就是那个弄了张破执照就不知道天高地厚的秦远山。龙三爷，市里的市场大得很，大家和气生财。我秦元山懂规矩，过路费该交多少，你开个价。过路费，老子要的是你整个村子的收购网。从今天起，你所有的货按1毛钱1斤的死价供给我，否则我不仅让你进不了市，我保证连县里的国营饭店你也别想送进去1两。龙三爷，你的胃口太大了，当心撑破肚皮。龙三爷！远山，没路了，真的没路了！
国道、省道，哪怕是村里去市里的土路，全被他们的人24小时轮班堵死了。咱们再运不出去，不仅要赔市百货大楼双倍的违约金，院子里这几千斤，全村老实爷们的心血就全烂在手里了。咱们会破产的，会活生生撕了我们的。远山，今天已经有2波村民来打听消息了，他们看货运不出去，都怕拿不到钱，账面上的流动资金，连明天的采购款都垫不起了。远山啊，我今天托市里的关系去打听了，这龙三爷他姐夫是市交通局的副局长，黑白通吃，手眼通天，实在不行，咱们备一份厚礼，去给他低个头认个错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钱老哥，我前天让您托省里关系去铁路局打听的事儿，有准信了吗？打听了，那趟从北边运煤去省城的绿皮军列，每天凌晨3点，确实会在咱们平山县后山的那个废弃货运站停靠加水，每次固定停10分钟。可那是货运专线，根本不拉客，也不准私人上货啊。不拉客但拉货，汽车的道他龙三能堵，国家铁路的道借他10个胆子他也堵不住。广德哥，今晚子夜把全村最可靠的男丁全部集合，带上麻袋和点匣，避开大路，从后山小路把货全部运到废弃货站。我要让龙三爷在国道上喝一辈子的西北风。王经理，今天可是你跟秦远山的泥腿子签的交货最后期限，我敢用项上人头担保，他今天连一根野鸡毛都送不进来，他违约了，这合同在法律上该彻底作废了。以后市百货大楼的高端特供，我龙三爷全面接手，价格嘛，在原基础上再上浮30%。龙三爷，这价格太高了，上面查下来我不好交代的，而且秦老板那边这时间还没过完呢。过没过完有什么区别？我手下30多号兄弟，把出平山县的所有公路封得跟铁桶一样，连一只苍蝇都飞不过来，他拿什么交货？拿命交吗？谁说我交不出货？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你怎么可能在市里？你他妈难道是长翅膀飞进市里的？龙三爷，你的眼界太窄了，简直像井底之蛙。你以为掌控了公路就掌控了经济命脉？就在4个小时前，凌晨4点，整整3000斤极品山货已经通过铁路特批的绿皮货运专列，直接抵达了市火车站的专属月台。你的那些小混混，继续在马路上晒太阳去吧。秦远山，你特么别狂！就算你走狗屎运把货运进来了又怎样？在这平山市，老子才是真正的王法！我姐夫是市交通局的副局长，我一个电话打过去，照样能以逃避公路队费、跨区域非法运输的罪名，把你的货在市火车站的仓库里全给贴上封条，你1分钱也别想拿到。打，你现在就打！我真想看看你那个好姐夫，此刻还有没有闲情逸致接你的电话？这里是市纪委专案组，龙卫国因涉嫌严重纪违纪法，正在接受隔离审查。龙三儿，你涉嫌长期组织涉黑团伙垄断市场，暴力威胁群众，并多次行贿国家干部，现在依法对你进行强制传唤，带走。秦远山，你他妈到底是谁？你一个乡巴佬，背后到底是谁在帮你？我背后是千千万万踏实本分、安稳谋生、不愿被欺压的普通民众，是滚滚向前的时代潮流。你这种破坏秩序、投机牟利的害群之马，终究会被时代淘汰。媳妇儿，我说过，平山县太小了，容不下我们的未来。这里是咱们在市里的第一个家，也是咱们真正的起点。远山，你真的做到了，从那个连彩礼都拿不出的穷小子，到现在市里的大老板，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
哈哈，婉容，妹夫现在可是市委挂了号的正经大商户了，看以后谁还敢瞧不起咱们老苏家？宋总，打听清楚了，龙三那个废物在平山县的盘口，确实是被那个叫秦元山的乡下小子一口全吞了，而且他今天就在市中心最繁华的红星路敲锣杀鼓的办直销总店开业呢。哼，一个乡下收破烂的泥腿子，走了狗屎运踩死一个龙三，就真以为自己能在省城商会的碗里抢肉吃了？老陈，直接开过去，我倒要亲自会会这个不知死活的乡巴佬，教教他什么是资本的规矩。秦远山，你就是那个不知道天高地厚，踩了龙三那个废物上位，靠卖几只野鸡也妄想在市里立足的秦远山。阁下是哪条道上的？今天我开庄，若是来贺喜，我备好茶水；若是来找茬，你恐怕走错门了。省城商会白天鹅集团董事局，宋冷月。秦老板，你是不是觉得扳倒了一个只知道在街头耍流氓的龙三，你就可以在这平山市里呼风唤雨了？宋小姐，各凭本事，平山市的盘子这么大，你们白天鹅集团在省城吃肉，连口汤都不打算给底下的人留。汤，你配吗？资本的规矩就是赢家通吃。我今天来，不是来跟你谈判的。远山，出事了！市百货大楼的王经理刚刚打来电话，说要单方面撕毁跟咱们的特供直销合同，还有市里最大的3家国营饭店也全部退单了。怎么会这样？我们明明已经拿到了县里的批文，而且咱们的货质量是最好的。质量，在绝对的资本面前，质量一文不值。我白天鹅集团已经发了话，平山市所有的渠道商只要敢收你秦远山1两货，就是跟我省城商会作对。作为补偿，市百货大楼他们的违约金，我白天鹅替他们付双倍。他们未来的货，我按成本价倒贴供给他们。秦远山，我要用钱活生生把你砸死在这个刚开业的门面里。我看你这满屋子的极品山货，能熬过几天才发臭？完了，全完了！这宋冷月是个疯婆娘，她宁可自己每天亏几千块钱，也要把咱们活活饿死。咱们现在账上的流动资金全压在这些货上了，撑不到1个星期，咱们就得破产。远山，大不了咱们回平山县，只要人在，咱们还能从头再来。回县里，那不是我秦玉山的性格。宋冷月想用资本打价格战困死我，那我就给他来一招釜底抽薪。广德哥，别蹲着了，立刻去买100个最精致的松木盒子，里面垫上红绸，把咱们手里最极品的伞盖最完整的野山菌和老山参挑出来，装盒。装盒？这都卖不出去了，还花着冤枉节包什么装啊？明天凌晨你亲自押车，通过火车站的绿色通道，把这100盒货越过平山市，直接发往省城的外贸局招待所。记住，这件事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乡亲们，正宗山货便宜了！秦老板，心理素质不错啊。库房里的货已经开始发霉了吧？每天看着对面我的店日进斗金，你的心里是不是在滴血？宋小姐，杀敌1000，自损800，每天这样亏本补贴市场，你们白天阁集团的现金流还能撑几天？这就不劳你费心了。踩死你这种乡巴佬，这点钱我宋冷月当是在做慈善了。我今天来是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把你那个破店的转让合同签了，滚回你的平山县去，我还能给你留条活路。
远山，远山，省城回电了。远山，这是真的吗？省城外贸局真的看中了我们的货？婉容，宋冷月以为他用钱堵住了市里的路，就能憋死我，但他根本不知道，1983年的国家外储备有多紧张，外贸出口创资的政策有多么急迫。广德哥，立刻通知平山县，把所有库存的极品山货全部装车。宋冷月在市里大摆庆功宴的时候，就是他这只白天鹅被我彻底拔光毛的时候。宋总，真是雷厉风行啊！用价格战生生砸出了一个垄断的市场，短短1个星期就把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齐远山彻底赶出了平山市。以后这市场唯宋总马首是瞻。区区一个乡巴佬也配跟我讲商业逻辑？我的资金链足够把他的骨头都碾碎。秦远山，你还有脸来这里？保安，把他给我请出去！宋冷月，你不是说要在平山市彻底封杀我吗？你不是说没人敢收我的货吗？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这是外贸局下发的特级农副产品出口创汇专供批文。我秦远山手里的货已经被列为国家创汇的出口免检产品，直接出口日本，结算货币是绝对的外汇券。秦远山同志如今是省外贸局重点表扬的创业瓢兵。工商局已查实白天鹅集团在售货品品质欠佳，还刻意压低价格，开展无序竞争，意图冲击省内重点出口供货渠道。宋小姐，你的那些资本游戏在国家创汇的大局面前，连个水花都算不上。不，这不可能！外贸局怎么会看上你一个乡下收破烂的？宋总，是省城总部的长途。宋冷月，你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蠢货！你为了在平山打价格战，抽空了总部的现金流。现在省工商局以倾销劣质农产品扰乱出口市场为由，直接查封了我们在省城的3个大仓库。省建行收到风声，立刻冻结了我们的贷款账户，要求提前还贷。爸，你听我解释。董事局刚刚召开紧急会议，正式罢免你平山市大区经理的一切职务，你的股份被强行清算，填补亏空。你立刻给我滚回来！宋冷月，你为了围剿我，把宝全压在低价倾销上，现在你的资金链断裂，货被查封，那些被你用高价空头支票买通的渠道商，现在还会认你吗？宋总，不，宋冷月，你答应倒贴给我们的货款呢？你资金链断了，我们的押金赶紧退给我们！哎，轻点儿，这可都是要换美元的极品松茸和木耳，磕坏了一点儿，卖了你都赔不起。远山啊，老哥活了半辈子，在国营饭店见识过不少导游和能人，但我是真没想到，你不仅能在白天拿那样的资本巨鳄眼皮子底下活下来，甚至还能凭一己之力直接搭上国家外贸出口的专线。钱老哥，您可千万别这么说，要是没有当初在县城国营饭店，您冒着风险收下我第一批野鸡野兔，我秦远山就算有通天的本事，也掀不起这第一战风。不管我以后走到哪一步，您永远是我的领路人，是我雷打不动的老大哥。臭小子，算老哥没看错你。走，今天这第一车品顺利发车，晚上老哥亲自下厨，咱们不醉不归。老大哥，酒咱们晚上痛快喝，我现在得先告个假。远山，我怕你在站台忙起来顾不上吃饭，特意包了你最爱吃的荠菜猪肉水饺，还热乎着呢，你快趁热吃几口。这大庭广众的，乡亲们和工人都看着呢，快放开！看着就看着，我牵我合法媳妇儿的手，谁敢说闲话？远山，你这是带我去哪儿啊？货车马上就要鸣笛发车了，你不在这儿守着吗？大局已定，广德哥和钱老哥在，出不了岔子。
媳妇儿，今天是个好日子，我有个天大的惊喜，现在就要带你去看看。远山，你到底带我到哪儿了？周围怎么这么安静，还有一股很好闻的花香？可以睁开眼了吗？媳妇儿，倒数3个数，3、2、1，睁眼。媳妇儿，上回在县城，我跟你说过，平山县太小了，容不下我们的未来。这里是红星路18号，从今天起，这栋楼、这个院子、产权证上写的都是你苏婉容的名字。这是我们在市里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新家。远山，你没骗我吧？这是给我的，这得花多少钱？咱们在县城的房子不是挺好的吗？县城的房子是租的，这里的房子是买断的。别哭了，媳妇儿，大喜的日子哭什么？走，拿着钥匙，你这个女主人去亲自开门。我的乖乖，远山，这省城也太气派了吧！远山说了，水越深，鱼越大。婉容说的对，爹娘在咱们打下的江山里安享晚年。走吧，这次全省对外经济贸易洽谈会，咱们会一会那只白天鹅去。同志，你是不是搞错了？这 A 区01号是省外贸局李局长亲自批给我们元山集团的展位，谁让你们白天鹅的人占的？哼，大呼小叫什么？展位调整是展会组委会今天早上的临时决定，你们的展位被调到 D 区了，出了这个大厅左拐，挨着消防通道和保洁杂物间的那块空地就是你们的。怎么可能 ？D 区是死角，外商怎么可能看得见我们的货？这完全不合规矩。看来白天鹅集团在平山吃了败仗，现在要在主场玩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找回锤子。齐元山，会展马上就要正式开始，各大卫商的专车已经到了展馆门口，请回吧，乡巴佬，滚回你的地区杂物间去吧，别在这里污染了 A 区跨国交易的空气。宋大总裁，你以为在省城玩这种抢摊位的下三滥手段就能封死我秦远山的路？咱们老祖宗有句老话叫酒香不怕巷子深，只要我手里的极品山货是真金白银，别说是放在地区，就算我今天把它摆在厕所门口，那些识货的外商也一样会闻着味儿求着找过来。倒是你拿着一堆烂杏冲里子，你信不信今天你这个最金贵的 A 区01号注定只能成为全场最大的笑话？咱们走着瞧。广德哥，走。这个渡边是花国最大的农副产品株式会社社长，手里握着几百万美金的超级大单，我可得把他拿下。松下周，你们 Take 的这些松茸品相太差了，3嘎开都已经开了，而且切面颜色不对，香味流失极其严重，根本达不到我们高端料亭的采购要求。宋总，渡边先生说您的货确实不错，就是觉得价格有点高，想再压一压价。品质他觉得勉强凑合。压价？告诉他，这是全省甚至是全中国目前能拿出来的最好的货，除了我白天鹅，他走遍整个中国也找不到第2家大规模供货的，少1分钱都不签，爱买不买。渡边先生，宋总说这是中国最好的货，您嫌贵可以不买，穷鬼就不要来中国谈生意，有的是人排队。渡边先生，请留步。渡边先生，请息怒。宋总给您的的确是次品，而他刚才在用极其傲慢的态度侮辱您。如果您需要真正顶级的未开散的极品野生松茸，请移步我的展位。这是啊，军盖紧锁，军颈粗壮，
这是真正的极品铜绒。渡边先生，别被他骗了，他这些货这么鲜亮，绝对是用工业硫磺熏过保鲜的毒货。真正用硫磺熏过的是你手里的这些残次品。大家看，白天鹅的松茸掰开后接面发白，闻起来有刺鼻的酸味，这是典型的硫磺漂白。而我的松茸接面微黄，纤维紧实。宋天明，你拿这种毒货来蒙骗外商，是在砸外贸的招牌，太令人气愤了。秦先生，我们愿意与你马上签单。好，这边请。请。袁山，跨国信圣证必须由国内大银行做外汇担保。王行长就在这儿，他可以查证。你的公司连50万的现金流水都没有，银行绝对不会给你开担保函，没有通道，这合同就是废纸。没错，为了防范金融风险，如果远山集团无法在今天内往对公账户卡入50万现金作为保证金，我们将拒绝提供结算通道。王行长，50万算什么东西？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这本账户上的额度够不够开你的信用证担保？这是官方联合设立的专项创罪免息专户，最高受限额度整整300万，你到底是怎么拿到的？宋天明，我身后是整片产区靠着特产谋生的万千农户，行业专项扶持资金，就是为了防范你们这种恶意垄断、扰乱市场的投机商人。宋天明，因为你的造假丑闻暴露，外商联合抵制，咱们的海外订单全军覆没，董事局全票通过，即刻对白天鹅集团进行破产重组清算，你被彻底踢出局了，等着背负巨额债务吧。不，这不可能！我堂堂省城资本，怎么可能会输给你一个小巴佬？啊！远山，从平山县那几只换钱的野鸡，到今天全亚洲最大的农部产品深加工厂，我们真的做到了。媳妇儿，这就满足了。这才是1983年，属于咱们的黄金时代才刚刚拉开大幕。接下来，咱们要建自己的远洋货轮运输队，要去深圳特区买地建楼，要把远山集团的旗帜插满全球的每一个商业版图。只要有你在我身边，这天下咱们夫妻俩就闯定了。